谭雅被任命编成快速应对魔导大队，原本进修的维多利亚被任命为他的副官。维多利亚刚一上任就开始着手工作，来应聘的魔导是非常多，不情愿上前线的谭雅原本想以此为由拖延时间，结果维多利亚这个能干的小助手早就和卫兵司令商量好，对方会派有空的宪兵过来帮忙，筛选简历被迫加速，谭雅只能在其他方面使绊子。他给来应聘的士兵设下错误指示，导致很多人被遣返。参谋司令部对如此高的不合格度表示不满，于是谭雅把人请到面试现场，现场用光学术士布置了虚假的面试官和房间。如果连这一点程度的伪装都无法看破，根本不能称为优秀。然而筛选到现在，居然只有12个人合格。汉斯让谭雅降低要求，但这样设定合适的基准和重新训练都需要时间。谭雅给出1个月的期限，要知道光是新兵训练，帝国的正常速度都要2年。于是汉斯让谭雅放手去做，就算粗暴也要进行重新教育。谭雅顿时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维多利亚预感到了不妙。深夜的帝国演习场，刚入选的新兵深夜被炮弹炸醒。谭雅联系了附近的炮兵队，用老旧炮弹对这里进行36小时的不间断轰炸。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维多利亚已经开始给自己挖坑了。谭雅一声令下，无数炮弹朝他们射来，不仅是威慑用的老旧炮弹，其中甚至还混入了实弹。谭雅一脸畅快地欣赏着下方狼狈闪躲的士兵们。轰炸持续了2天1夜才停止，所有人都筋疲力尽了，但谭雅并不打算放过他们。他下令让所有人在48小时之内移动到下一目的地，而且不允许使用飞行和防御术士。他们在齐腰深的积雪中行走，躲避着轰炸机和军犬。大家都对谭雅怨声载道，觉得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恶魔。其中有人大喊一声，结果直接引发了雪崩，小队躲闪不及，被埋了大半，还有人直追失去意识。谭雅一拳打出了对方口鼻中的积雪，把人救活，紧接着拽出被埋在雪里的人。在场所有人都意识到，一旦掉队就会小命不保。这场雪崩并不在谭雅的计划之中，现在已经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行军了。谭雅以为被他折磨的士兵们会就此退出，没想到所有人意志坚定地表示还要继续训练，紧接着干劲满满的继续行军。1个月后，快速应对大队完成编队，这完全出乎谭雅的预料，他压根就没想过完成训练。这群人到底为什么会扛下来？总部参谋部发来通讯，负责和谭雅接触的联络官正是艾希里。谭雅的203魔导大队已经完成编队，虽然只是一支训练大队，但已经能够投入战斗。大队成员都实验性的装备了先行量产的97式，8000米高度的适应性训练已经完成。上方要求他们立刻在东南管区的驻地展开活动。临走前，艾希里建议谭雅去学习一下达基亚语，除了协约联邦共和国，他们的敌人还有达基亚公国。谭雅率领203大队来到东南军驻地，师团规模的达基亚军正在入侵边境，步兵规模是4个师团，大约60万人，没有发现航空战力。谭雅还以为是通信情况出了问题，结果通信兵斩钉截铁地告诉他没有制空权的报告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截获了没有暗号化的敌军通讯。谭雅吃了一惊，不仅没有暗号，连航空战力都没有，这达基亚军也太落后了吧！谭雅召集大队出发进行实弹演习，既然制空权在他们手中，这场战斗不过就是一次追捕。整整3个师团的达基亚军从空中俯视，就像活靶子一样，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被他们单方面屠杀。对于这个世界来说，这就相当于第1次世界大战。制空权的重要性有很多人还不明白。谭雅注意到敌人正在组成统一的射击方阵，这再一次刷新了他对达基亚军落后的认知。更让他不理解的是，他的队员居然还跟着拉开距离防备。谭雅气得骂人，他还真以为在天上飞的魔导师会被子弹击落吗？对方甚至连重机枪都没有好吗？解救完了平原上的兵力，谭雅就和旅游一样轻松入侵了达基亚军的司令部，毫不费力地杀光了除了军官以外的所有人，然后将所有情报全部打包带走，将扫荡残敌的任务交给了第7舰队。谭雅带着大队直逼敌方首都兵工厂，就算是首都也完全没有空中防御，这对他们来说是发起突袭的大好机会。但谭雅让他们别忘了战时国际法，破坏敌人工厂时候必须发出避难警告。谭雅让维多利亚在公共频道发出警告，维多利亚犹豫不决，士兵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。谭雅叹气，还是他来比较好。下一秒，稚嫩的头音在军工厂内响起，将此认为是恶作剧的军工厂没有丝毫惊动。既然已经履行了国际法的义务，他们也不必留守。在谭雅的带领下全员射击，军工厂被引爆成了一片火海。203中队的第1次任务圆满完成。之后，帝国军在第7舰队的支援下突破了达基亚的中央战线，用7万打爆了60万，预计到冬天就能完成占领。达基亚的战线被镇压完毕，但帝国还是背负着2条沉重的战线，那就是共和国和协议联合。局势马上就要发展成世界大战，战线肯定是越少越好。司令将目标锁定在了比共和国弱一点的协约联合上，但问题是现在后勤补给出了问题，根本不足以支撑他们开战。司令提出借用汉斯的203大队，很快谭雅收到了转移命令，将前往北方的诺尔登，对手是协约联合，他们需要实践验证新战术的效果，证明他们可以进行长距离的团队作战。
今天下午6点起，203大队开始向北方进行长距离行军。他也觉得奇怪，按照帝国军的战力，早就应该赢下协约军了，如今仍未分出胜负，很有可能有其他列强的介入。也就是说，他们要在全世界的注视下进行远征，世界大战化的进度比他想象的还要快。难道说其中有着神的介入？协约联合国防省正在召开会议，他们现在的国力岌岌可危，如果不是因为列强的介入帮忙，根本无力和帝国抗衡。因为一旦他们被打败，帝国的战力就会全部集中于共和国。协约军魔导中队入侵了帝国北部的物资集散地，守卫集散地的帝国中队完全不是对手，大队长重伤，战力损失惨重，而敌方的增援部队正在逼近。中队长请求撤离，而祸不单行，协约军居然派出了大量的轰炸机，总部要求他们再坚持5分钟。集散地有着大量的物资储备，要是被轰炸了，就彻底过不了冬了。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撑住。但是对于这支普通的魔导中队来说，是根本办不到的。轰炸机的高度在9000以上，他们没有战斗机，完全无法迎击。而就在中队长陷入绝望之时，事情突然发生转机，总部让他们立刻撤退。一支代号妖精的中央援军部队正在急速赶来，来者正是203魔导大队。谭雅将他的小队派去收拾前卫，他带着一小队收拾后卫和轰炸机。与此同时，北方军司令部参谋长正准备让拦截机起飞，却突然收到谭雅无需出手的消息。司令并没有放在心上，结果他发现203大队的整体高度直逼8500以上。要知道，现在普通魔导中队的极限高度是6000，整个大队可都被谭雅魔鬼训练成了精英。不过敌方的魔导师非常棘手，战斗一时陷入僵局。这时谭雅发来通讯，问他们实战体验如何。这一次是他们跨越枪林弹雨的试炼机会，他们的战斗正在被其他列强关注着，绝对不允许失败。返回之后，庆功宴将由成绩最差的中队请客，不想破产就好好奋斗吧。在金钱的激励下，各个小队都飞出了极限高度。轰炸机在2个魔导中队的护卫下登场，谭雅让维多利亚带队去迎击，他要自己对付轰炸机，独享经验。飞行员检测到谭雅正在靠近，并没有当回事，结果却发现谭雅的高度在不断上升，直逼轰炸机而来。队长下令发射弹幕迎击，但谭雅速度极快，又身材娇小，就连一下都打不中。谭雅轻松用手榴弹炸毁队长机，其他轰炸机见状立刻终止作战撤退。谭雅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，一发子弹射出，数辆轰炸机被齐齐击毁。谭雅下令让中队夹击残存的魔导师，他却回收被击落的轰炸机，机师已经彻底死亡了。谭雅有些遗憾地准备离开，时间再次暂停，神借助机师的身体降临，作为对独身者的惩罚，神圣的战斗即将拉开帷幕。无魔的挑战整个世界是不是很刺激？神果然介入了这场战斗，谭雅2发子弹将机师轰成肉泥，生命再次消失。与此同时，联合王国军监测点记录到了谭雅单枪匹马解决轰炸机的数据，被共和国称为莱茵的恶魔再次出现。而就在这时，针对谭雅的检测突然出现了高魔力反应，检测员以为这是一个检测的好机会，上司突然反应过来，惊慌失措的让手下马上关掉电源，他们被逆向探知了。可惜已经晚了，谭雅1发子弹下去，整个观测据点被炸成了碎片。但是谭雅的心情仍旧糟糕。回到驻地后，谭雅立即接到了新的任务，去镇压敌方的防卫阵地。列强已经开始介入战争，事态愈发的凝重。想起神明对敌的条件，谭雅发誓让所有多管闲事的人吃点苦头。与此同时，协约联合国防部曾经和谭雅战斗过的安松上校，因为填补战死缩光的空缺而晋升，他的部队即将前往后方。安松拿出了一家人的合影，他非常想念自己的女儿。